用燃烧了60年的地火煮重庆火锅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？为了吃上这一顿火锅，我专门驱车500公里，来到了重庆长寿区的地火村。地火村里面有一团燃烧了60年的地火，后面了解才知道，这个地火是因为浅层天然气冒出地面，有一个村民在这里抽烟，不小心点着了，这一烧就是60年。来了点菜，火锅底料。这个呢是4斤水的，这可是烫火锅的好东西，豌豆尖，还有这个我朋友最爱吃的大腰子。哇，这个腰子肯定很烧，这个腰烧太多了，我的天呐！我还准备了一点儿菜烫着吃，再煮个粉丝吃。这还有2鸡蛋红薯，把它先烤着，吃完火锅再吃。由于条件有限，准备的食材呢比较粗糙。不过我相信这个燃烧了60年的地火，不管煮什么，味道应该都不会太差。这些真的火呀！试试味道，果然这腰子味道比较重。来到川渝一带，一定要尝尝儿菜，这真的是特别好吃的一个菜。可能是我煮的儿菜太香了，旁边的大爷都忍不住拿起筷子夹了一块试了一下。来。尝尝大腰子，来吧，重庆味的火锅底料。还忘了2个菜，还有几个鲍鱼，2条黄骨鱼。这鲍鱼看着蛮漂亮的。第一次吃烤鸡蛋，哎，这个好香啊！本来想吃完火锅直接回去了的，但是看到那个地方太脏了，我去搞了个垃圾桶，一点垃圾袋，咱们收拾一下，走。哎，这个田埂太烂了，垃圾桶都推不过去，难怪会那么脏。只有我们人工走过去把它捡回来了。先把田里面这一堆给收拾了，太多了，这一堆也是最大的一堆，什么都有。你看这些人过来露营野炊，吃的这个塑料，还有这个一次性碗筷。我的天哪，这一袋是放多久啊？都捂烂了，这味道太上头了。你看这水都没喝完。后面那个跟着他们一起直播的大哥看到我们在收拾，现在呢也在帮着收拾。花了1个小时，把这地火周边的垃圾都收拾好，但是还有一些果皮啊、纸屑啊捡不起来的，就让它烂在这地里面吧。我们把这个塑料纸都收走了，希望大家在享受户外、享受自然的同时，也要爱护好周围的环境和卫生。还好我经常登山，这个腿有劲儿，没得问题。看看收拾前和收拾后的样子，变化真的蛮大的。我是一个热爱户外的人，我也有经常登山露营的活动，但是我带出去的塑料都是带下来了的，没有留在山上过。作为一个真正的户外爱好者，是不忍心看到美景旁有塑料垃圾的。我相信那些热爱户外的人跟我也一样吧，不
不忍心看到美景被破坏。